大家好，这里是阅见成长，一个记录并分享阅读心得的频道。如果你有觉得值得一看的好书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那么，我们开始吧。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自己太敏感了，太容易被影响，好希望能迟钝一点就好了？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，那你一定要听听今天这本书，它的名字叫做《高敏人的优势练习课》，作者武田有纪是日本一位高敏感族群专业咨商师，他想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：你的敏感并不是缺点，它是你感受幸福的天线。心理学家伊莲·艾荣博士提出的高敏感族群概念指出，世界上大约有1/5的人天生就对声音、光线、情绪特别敏锐，他们能察觉一般人忽略的细节。别人一句话的语气，一个眼神的变化，一种气氛的转折。可是，这样的感受力虽然让人心思细腻，也让人容易疲惫。很多高敏人会觉得，为什么我这么容易受影响？为什么别人能轻松放下，我却要想好久？但武田有纪说，这份敏感其实是一种天赋，因为正是它让我们能更深地体会世界的美。想想看，你是不是会因为晴朗的天空而开心？会被陌生人的微笑感动？会对一杯热茶、一首音乐、一句温柔的话而心动？这些其实都是高敏人的幸福能力。因为高敏人天生对世界的感受度高，所以能察觉更多的微小幸福。例如，咖啡香气的层次变化，阳光照在绿叶上的闪光，某首歌里一个细微的转音，又或是朋友一句你今天看起来不错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对高敏人来说都能激起真实又温柔的感动。很多高敏人会为了适应世界，刻意让自己迟钝一点。他们怕被说玻璃心，怕被误会，太情绪化。但这样一来，就像是强迫一个高个子弯腰走路，你会更累，也会失去自己最独特的天赋。书里提到，如果为了迎合他人而关闭感受，生活就会变得干涸乏味。相反的，当你学会珍惜自己的敏感，你的世界会开始发亮，因为你会看见别人看不见的美，也能感受到更深层的幸福。幸福练习1：允许自己感受。现代人太习惯用成果来衡量一切，我们常觉得时间要有产出才算值得，于是放空、休息、午睡、喝咖啡都被贴上浪费时间的标签。但武田有纪提醒，感受本身就是一种价值。躺在柔软的床上，静静地喝一杯茶，看着阳光洒在墙上，这些时刻都不是浪费，他们是在补充幸福的能量。当你允许自己慢下来，你会发现生活里的美好一直都在。幸福练习2：接纳讨厌的感觉。很多高敏人会过度要求自己要正向，不开心也装开心，累了也硬撑。但作者说，如果你只允许自己感受好的情绪，那就等于在否定你的一部分真实感受。其实，所有的感觉都是讯号。当你觉得焦虑、疲惫、烦躁，那是身体在提醒你，我需要休息了。学会倾听那些负面情绪，不批判，不否认，只是诚实的面对他们，你反而会更平静。因为被理解的情绪就会慢慢消散。
幸福练习3：感受，而不是比较。高敏人最容易掉入一个陷阱：比较。在社群媒体上看着别人的旅行、成就、爱情、笑容，心里默默觉得他们都过得比我好。但书里说了一句话很重要：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发生的事，就等于没发生。别人的生活不是你的标准，幸福不在于你拥有多少，而在于你有多用心的感受当下。武田有纪整理出高敏人6大优势。1、洞察细节的感受力，能发现生活里的小美好，也能看到别人忽略的用心。2、准确的直觉力，高敏人常常一眼就知道事情的真相。3、深入思考力，能从表象看到本质，是分析和创意的高手。4、丰富的创作力，许多艺术家、设计师、作家其实都是高敏人。5、高度的良知与共情力，他们天生善良，关心他人，重视伦理与诚实。6、强大的理解与共鸣力，能倾听他人，也能察觉微妙的情感变化。这些都是超能力，只是过去我们没有被教导怎么使用。幸福练习4：以自己为优先。很多高敏人最大的困境是太在乎别人，明明已经累了，还是帮别人加班；明明心情不好，还是陪人聊天。书里提醒我们，在帮别人之前，先问自己：我现在有余力吗？你可以在生活里多安排一些只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喝一杯喜欢的茶，画一幅画，听一首歌，或只是静静发呆。那不是自私，而是修复。因为只有你先被照顾好，才有能量去爱别人。幸福练习5：顺从你的直觉。高敏人常常想太多，明明心里早就有答案，却被理性分析卡住。作者建议，当你犹豫不决时，去书店，去散步，去旅行，看看哪本书吸引你，哪个方向让你眼睛亮起来，那就是你心里真正想走的路。直觉往往比逻辑更诚实。幸福练习6：学会柔软的倾听。高敏人擅长倾听，但有时会听到太多，太累。书里教了一个很棒的方法：倾听前，先问自己：我现在想听吗？如果你真的没有心力，可以诚实说：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有点累，改天再聊好吗？当你选择自己愿意听的对话，你会发现人际关系更自然，更轻松。另外一个实用技巧是，在倾听时用原来如此啊，我懂你的意思这类中性回应，不急着评价，也不否定对方。这样不但能保护自己，也能让对方感觉被理解。心里告诉自己，高敏感不是脆弱，而是一种深刻。你看得更多，听得更细，感受得更深。这不是负担，而是一种天赋。只要你懂得调整节奏，照顾自己，你的敏感就能成为幸福的雷达。所以，下次当你被人说你太敏感了的时候，微笑一下。我只是比你更懂得感受世界。